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这次来上手和测试一下大家期待已久的新一代 RTX 3070显卡的非公版是来自索泰的 RTX 3070 X Gaming OC。首先是前情提要，上个月英伟达发布了最新的30系显卡中的2个高端型号3080和3090，总的来说表现不错，但是出现了一卡难求的情况所以他们决定将30系的第3张卡3070延期2周发售然后今天终于解禁了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官方宣称可以打2080 Ti，但是价格却只要1半不到的显卡实际表现如何？RTX 3070的酷打单元数量大概是3080的67.6%，频率略高一点。按照3080对比2080 Ti 的性能提升幅度做简单计算，这大概还真就在2080 Ti 的附近。不过3070的显存规格也有一定的降低，除了容量和位宽的减少之外，3070也没有使用最新的 GDDR6X， 而是回到了2080 Ti 相同的 GDDR6，对性能的影响就要看等一下的实测了。还有就是显卡功率方面，3070人均版只有220瓦比3080低了足足100瓦，单个8拼就能带动了。非公版在功率方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但是一般不会差很多。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受害者，这回我们弄到的是索泰的非公版 RTX 3070 X Gaming OC 显卡，和前几代较为传统的电竞设计风格不同这一代的 X Gaming 采用了在显卡上比较新鲜的抽象撞色的喷涂整体外观显得比较时尚和年轻化，甚至还有一点潮牌服饰的感觉。RTX 3070 X Gaming 的散热器为5根6毫米热管加3风扇的设计比3080 X Gaming 要少2根不过我觉得用在3070上都还是有点过度足够了毕竟功耗低了100瓦，就连 NVIDIA 官方版本的3070散热器体积都小了一圈。3070 X Gaming 的背后是同样撞色喷涂的金属背板不过索泰没有跟随 NVIDIA 官方的设计思路，第3个风扇位没有做穿透开孔设计。顺带一提，显卡菊花的形状和3080、3090不同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说哪种电容配置更好的说法。顶部可以看到3070 X Gaming 的供电为双8拼设计，显卡单8拼加 PCI 槽理论供电上限是225瓦再多个8拼算是更保险，同时也是为超频留出了空间。供电接口的旁边是带有 RGB 灯效的索泰 logo可以在索泰的 Firestorm 软件里面调节颜色。显示输出接口和 NVIDIA 官方的方案相同，3个 DP 加1个 HDMI要是能多个 Type C 就好了。拆开之后可以看到3070 X Gaming 实际的 PCB 要比散热器短不少不过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其他品牌的3070做参考，所以不确定这个是不是 NVIDIA 给的参考设计，不确定能不能兼容相关的冷头。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冷头的话，这种长度的 PCB 做 ITX 分离水真的会非常方便虽然只有220瓦的功耗可能不太需要。PCB 中间就是这一次的 GA104 核心，虽然比3080、3090的102小一点但我觉得还是挺大的。而且比较神奇的是，核心上的字是转了90度的不知道是索泰的个性化设计，还是大家都这样。索泰这一次在显存上用了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导热材质比较厚、比较软，还很黏，很容易撕坏的样子。问了一下索泰，说是新型的高导热性的导热胶垫考虑到撕坏了重新买好的导热胶垫也要不少钱大家也都见过 GDDR6 显存，这里就不掀起来了。在公布测试成绩之前，还是要惯例性的实施一下战略级别防抬杠一级应对措施 Pro Plus Max S1 测试环境的介绍。简单来说，为了方便数据对比，硬件平台依然和之前测3080、3090时是统一的。CPU 是超频到 5.3G 的 1090K 目前依然还是能买到的最强的游戏处理器之一。主板是专门为了 CPU 及内存超频特化的 ROG M12A Maximus 12 Apex。我们的 1090K 能超上 5.3G 跑游戏除了100SP 的体质之外，主板也是有不少功劳的。散热器是 1K 一体式水冷之中的旗舰型号6把风扇的 Elite 360D RGB。内存是影驰的 HOF Extreme 4266 8G×2， 并且超到了4400C17，再加上确保加载游戏速度的 HOF Pro 1TB NVMe PCIe 4.0 SSD除了极个别优化极差的游戏这套配置是不会成为瓶颈的。毕竟如果这都瓶颈的话，这游戏开发给谁玩呢？作为参考用的对手，这里再次请出肥仔手工制作的公版2080 Ti，肥仔这张卡基本在我这里住下了，以及 NVIDIA 官方的 RTX 3080 F1。驱动使用的是和3070一起搞到的测试版 456.96， 因为怕不同版本下性能有差异，2080 Ti 的理论及游戏测试我们都重新跑了一次大家也可以顺便跟之前的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负优化。
3080因为时间关系以及不太对位这里只使用新驱动重跑的理论性能测试，后面游戏的部分也会顺便放出来，但只作为大致参考。那么来公布成绩，首先是 3D Mark 理论跑分平均下来3070 X Gaming 对比2080 Ti 的优势在5%以内高端的非攻2080 Ti 可能表现还能强上一点点，但一般也是几%，也就是说拉到和3070 X Gaming 大致打平这样作为架构有不少差异的2代显卡，性能可以做到如此的接近老黄们把公平打在刀法的兄弟上。同时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在 4K 分辨率的 FSU 和 TSE 测试中3070会更有优势一点，而在 2K 的 Time Span 里面，2080 Ti 还反超了200-300分。另外，在这一次测试中，我们发现 FSE 的整体得分比之前低了。2080 Ti 和3080都是这样，3070应该也会受到相同的影响，这可能是驱动导致的，也可能是 3D Mark 更新了的原因。其他几样测试的成绩倒是和之前差不多基本在误差范围内。然后在光追理论性能 Port Royal 里面3070反倒比2080 Ti 弱了一点，差距有5%以上，肯定不是误差了这个倒是比较有意思。在之前的测试中，光线追踪算是3080对比2080 Ti 优势较大的一个项目不知道老黄是为了保住2080 Ti 上代旗舰的面子，还是说因为3070没有 GDDR6 X 显存的加持。接下来是更能表现实际性能的游戏实测支持光追和不支持光追的游戏都有选择，能开启光追的游戏都会开启。2K 1440P 和 4K AR60P 分辨率都跑了同时再强调一次测试条件，为了方便设置，画面都会统一选择游戏提供的预设中最高的那档。除了刺客信条奥德赛调低了带有随机性会导致成绩不稳定的体积云选项，以及个别游戏手动将抗锯齿设置到 FXAA所以不要再问我为什么奥德赛帧数特别高了。另外就是这一次可能是因为测试版驱动的原因德军总部跑起来会崩溃，所以就没有这个游戏的成绩了。那么首先还是支持光追的游戏们2张卡在地铁离去的 2K 和 4K 下居然跑出了这么个成绩那2个字我就不重复了，大家都懂的。比较有意思的是 4K 分辨率下开了 DLSS 之后2080 Ti 反倒高了2帧出来顺带一提，我们大致对了一下新驱动中2080 Ti 的游戏成绩和之前的测试中基本一致，早知道就不重跑了。过来是古墓11，成绩同样比较有意思。2K 下3070强点，4K 下反倒是2080 Ti 又强了点莫非真的和显存有关系？虽然都是 GDDR6，2080 Ti 显存容量和位宽都要高一些。而在 Control 之中，3070 X Gaming 和2080 Ti 真的是打得难分难解不管是 2K 还是 4K， 甚至是 4K 开了 DLSS， 帧数差距都在1帧以内。不如我们把刀法这个梗忘了，来研究一下有什么新的方法来描述老黄这种操作吧。另外，因为路线问题，这里的3080是使用新驱动重新跑了的待光追的看完，接下来再看几个传统游戏。那2个光追 demo 测试小哥给忘了，迟一点动态补一下吧。然后我们发现不同游戏的表现还会有点差别刺客信条奥德赛中3070会赢几帧，英灵殿马上要发售了，终于可以告别这个测了2年但是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了，应该不会跳票吧。过来是2种分辨率下3070都会低一点的全面战争三国，以及打平的大表哥2，3个游戏算下来2张卡算平手吧。以及一路看下来，可以发现，在不开 DLSS 的情况下，其实3070在很多大作中都不能实现最高画质的 4K 60帧游戏更不要说 8K。开 DLSS 相当于低分辨率渲染，所以显存容量其实不算是瓶颈至少目前的游戏还不算。最后是老游戏吃鸡，这算是电竞类游戏的代表吧。全超高画质下 2K 分辨率时，3070会略高几帧，平均帧数都已经可以轻松满足 2K 144的主流电竞屏了。而在 4K 下差距少到只有1帧，开3级制的话 4K 144应该都没问题，这还是跳的人最多最吃性能的自闭城。除了游戏之外，也简单的跑了一下专业性能测试方便想买来干活的用户参考。3080的这部分成绩也是重新跑了的在 i.64 的 GPGPU 纯理论运算测试项目中，因为显存位宽要低一些可以看到虽然显存读写速度相同，但是在显存内部进行复制时3070的速度还是要比2080 Ti 低一些的。剩下的运算项目中，除了3人系较强的单精度运算和 AES 256以外3070距离2080 Ti 差距不小。
在包含多种专业软件的 Spec Workstation 中，3070只有 Lux Render 项目能强于2080 Ti， 其他都是要弱一点，但没有前面 GPU 测试中差距那么大。3D 渲染软件 V-Ray 的测试中，3070也可以强过2080 Ti，3D 渲染算是散热器在专业领域提升最大的一块了，其他项目的话，考虑到售价，至少2080 Ti 现在不推荐了。最后是功耗和散热的部分跑3D Mark 显卡测试中功耗最高的 Port Royal 时，输入功率大概在350到360之间。甜甜圈 FurMark 再加上 i.64 里面的显卡测试时输入功率为400瓦多一点，算上转换率刚好比3080 F1 低100瓦左右要注意此时 CPU 是没怎么在干活的。如果勾上 CPU 的 AVX 模块烤机选项 FPU 的话，整机输入功率可以来到680瓦这样。考虑到一般用户使用电脑时不会像我这样把 CPU 往10里抄再拼命烤机同时考虑上转换率什么的 ，NVIDIA 官方推荐的650瓦电源带使用3070的电脑是没太大问题的。玩古墓11时的实际输入功耗也是直到400多瓦这样，同时在半个小时之后，索泰这张3070 X Gaming OC 温度只有65度不到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睿频也是目前测过的几张30系显卡中最高的毕竟酷打核心少的频率容易上。显卡的噪音也只有40来分贝，其实基本就是室内环境音的音量索泰给这张显卡配的散热器真的是非常足够了。总结时间3070在性能上没能干倒2080 Ti甚至在一些地方还稍弱一丢丢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在价格只要1半不到的情况下，% 几的差距我可以非常豪爽大方的划分到误差范围里面了不像去年 Super 联发为了测准确差距还得专门找来同型号的显卡才行。总之，有换显卡需求的人直接买新款就好了。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老黄延迟这2周里面 AIC 们多备了多少货是否能满足玩家们的需求？虽然隔壁家已经发布了 RDNA 2核心的显卡但是其中 RX 6800定位要比3070更高价格要贵出一点，实际性能也还有待测试，而且要等到18号之后才开卖在双11这段时间里面，显卡还是要看散热器。还有传说中3060 Ti 也要在下个月发售这也就要看你能不能抢到卡，以及是否选择做等等档了。那么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个订阅，那就更好了。我是一王，下次见，拜拜。